欢迎来到岳雷的妙想故事，这次要说的是《桃花源记》之课后探讨。你说国文课本里那些古老的故事，真的都只是故事吗？下课钟声刚响，小梅就转头问向身旁的阿晨，手里还拿着课本。阿晨正在写笔记。什么意思？你又在想什么问题了？就像《桃花源记》啊，一个渔夫偶然发现了世外桃源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。你不觉得这故事听起来也太悬了吧？阿晨笑了笑。悬归悬，但它可是经典啊。老师不是刚讲完吗？这故事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。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，谁不想有个安静、和平的地方可以生活？小梅若有所思。我不是不相信古人的向往，而是故事的细节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渔夫为了捕鱼，竟然能走到完全迷路，然后就这样偶然发现了一片桃花林。这片林子还特别讲究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这不是摆明了就是在说这地方根本就是个仙境吗？阿晨点点头。的确，作者陶渊明用了很多美好的词汇来描绘桃花林，这或许是为了营造一种超脱凡尘的氛围，让读者一开始就被这份美景所吸引。你看，故事里说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旁浮若有光。这种从小口透出的微光，不就像是引导渔夫进入一个未知世界的信号吗？这种神秘感才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。对，而且这个渔夫也是胆子大，便舍船从口入。换作是我，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8成掉头就走了。他竟然就这样走进去了，还真是不怕啊！这就是故事的魅力所在吗？如果渔夫没进去，那我们也就听不到这个故事了。他那份好奇心，或许也是许多人心中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吧。进去之后就更匪夷所思了，出极峡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这不就是现在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吗？接着就看到一个完整的村庄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，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这完全就是一个理想中的农村景象啊！阿晨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下土地肥沃、房屋整齐、生活宁静等关键字。这里描绘的就是一个与世隔绝、自给自足的社会，村民们过着朴实和乐的生活，没有外界的纷扰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竟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历经了汉、魏、晋等好几个朝代，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与世隔绝，完全不受到时间的影响。这就是故事的设定啊！作者想表达的就是这种遗世独立的状态。村民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才搬到这里，从此便再也没有出去了。他们自给自足，安居乐业，或许对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兴趣，或者说他们认为外面的世界太过纷乱，不如自己的小天地来得安稳。渔夫还被他们热情款待，杀鸡宰饭的。临走前，村民还特别叮咛他不足为外人道也。这就更让我觉得奇怪了，如果他们真的与世无争，为什么又会担心被外界发现呢？阿晨沉思片刻。这或许是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保护吧。他们知道一旦外界发现了他们，这种宁静和谐的生活可能会被打破。毕竟人性是复杂的，外界的诱惑和纷争可能会侵蚀这个纯净的村庄，所以这句叮嘱其实是村民对自己家园的一种守护。结果呢，这个渔夫还是没听话，在回程路上到处做记号。小梅摇了摇头，然后向郡太守报告，太守派人去找，结果根本找不到。这也太巧了吧？是不是说明这地方根本就不存在？阿晨点了点头。这正是故事的精髓所在。渔夫做了记号，但最终还是迷失了方向。这或许暗示了，像桃花源这样完美的理想世界，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它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，却难以在现实中寻得。更绝的是，后来还有个什么南阳人刘子骥，听说了之后也想去找，结果还没找到就死了。从此以后，就再也没人找到桃花源了。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别瞎想了，这地方根本就是编出来的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但也可以换个角度。桃花源之所以成为谜，或许正是因为它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世界的永恒追求。它不在于是否真的存在于某个地理位置，而在于它所代表的精神意义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即使身处困境，心中依然可以保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所以《桃花源记》其实不只是一个故事，更像是一个寓言，对吧？没错，它是一个关于理想、关于寻找、关于失落的寓言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陶渊明透过这个故事，寄托了他对和平、
安定、淳朴生活的渴望。而这种渴望其实是跨越时代的，即使在我们这个看似和平的年代，人们心中依然会有对美好家园的向往。所以说，它就像是一个永远的梦想，只能在心里想象，却永远无法真正触及。小梅若有所思，阿晨笑了笑。或许是吧，但有梦想总比没有好，不是吗？至少它给了我们一个方向，一个可以努力去追求的目标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小梅拿起笔，在笔记上又写下了几个字：向往、理想、追寻。好了，别光顾着讨论桃花源了。阿晨看了一眼手表，下节课是数学呢。小梅苦恼地抓了抓头发。比起寻找桃花源，我觉得搞懂数学题可能还更难一点。两人都笑了起来。窗外的阳光洒落在教室里，庞福也为这场关于古老故事的讨论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光辉。如果您看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记得按赞订阅，大家拜拜。